近期，印度国内突然涌出一股诡异的舆论，叫嚣在海上对抗中国，为此砸下近4500亿建造潜艇。然而，就在最近，印度却突然表示提前归还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事情最开始是在今年3月份，印度国防部决心发展印度制造，近4500亿卢币的6艘常规动力潜艇项目，成为了印度人心中最为光辉的大手笔。然而，等到5月底的时候，面临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印度一口咬定中国威胁，叫嚣要在海上，尤其是南海地区对抗中国。不过这种时候，印度军方却提早半年时间将从俄罗斯租借来的核潜艇归还，即便是作为租借方的俄罗斯，也同样是一头雾水。为此，带着不可名状的心情，有好事者开始深入调查此事。然而不查不知道，印度人原来是玩了一手密不发丧，想要忽悠俄罗斯。据俄媒俄塔社在当地时间6月9号表示，在2012年，印度向俄罗斯租借了一艘阿库拉级核潜艇，租借期长达10年，为的是帮助印度训练海军士兵的操作技术，为将来服役核潜艇做准备。然而在去年的3月份，该潜艇上的高压气罐发生爆炸，导致潜艇的双层壳体严重受损，艇内电子设备、内部结构等在这场爆炸中无一幸免。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算是彻底被印度人弄废。按照合同，作为租借装备，如果在租借期内出现严重损坏，是必须向俄罗斯支付约15亿美元的赔偿金。如今，印度人选择隐瞒真相，密不发丧，本质上就是想要逃过这笔赔偿金。而且有消息指出，在爆炸发生以后，印度曾经紧急派遣技术专家对潜艇进行全方位修复，防止被外界发现端倪。然而在这次的提前归还中，还是露了馅。或许正是因为做贼心虚，才想赶紧把东西还回去，忽悠一下俄罗斯人。有观察室指出，正常来说，潜艇上的高压气罐通常是用于储存水的压载水舱，通俗来说，就是通过对压力的控制，完成潜艇的上浮和下潜。这种装置的维护工作，往往也是潜艇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如果不是潜艇的设计存在问题，就只能是操作和维护环节有问题。而能够把核潜艇给弄炸，也只能说不愧是印度。印度海军不是在爆炸起火，就是在爆炸起火的路上。台军高机密指挥部爆雷，大陆这边摩拳擦掌，武统要来了。在美军机抵台后，美国又打算重启美台贸易谈判，美台密集的危险互动也导致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大陆民间武统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台蔓延，然而台当局仍然拒绝大陆疫苗，估计要奔着群体免疫去了。这次疫情直接影响到台军的战备演习，原本定在7月中旬举行的台军汉光37号演习实兵演练可能要推迟。为了防止疫情在部队中蔓延，台军还出台了史上最严厉假期，禁止休假，一律待在部队。即使如此，疫情对台军破坏力也是史无前例的，不断有军中确诊案例零星传出。无论是中国大陆、韩国、美国等国，都是优先考虑给一线部队打疫苗，但是台军作为第一防线，台当局却没有把台军全体列入打疫苗的最先序列，这也为台军埋下了祸根。据岛内消息，扼守台岛空防的第一重镇，也是台空军作战指挥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位于台北市区大安区蟾蜍山福金营区的地下碉堡，传出雷达站管制相关官兵多人确诊，台空军紧急启动隔离措施，并加强空中警戒战备任务。据悉 ，JAOC 目前主要担任空军制空作战策划、空中兵力派遣、战场管理、作战行动管制，并协调三军规划联合作战的重要管制中心。这相当于台空军的眼睛和心脏，一旦失守，则台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还有附近的圆山指挥所都将失去重要对空指挥能力。台空军在台北盆地、正金军区的重要反导弹、防空导弹、空军战机派遣、维护等任务，都是在此处调配指挥。离谱的是，这属于高机密指挥中心，一直戒备森严，整座山都是军警严密的管制地区，然而还是爆雷了。关键是由于过于封闭，有小区块的感染链，出现确诊病例更容易造成大规模群聚感染。一旦战时，蟾蜍山联战中心本就是解放军最先破坏的目标，然而他们不破自爆，更容易让解放军立刻达成斩首战目标。与此同时，大陆这边也是摩拳擦掌，作为大陆攻台主力的解放军东部战区更是频繁演习。第72集团军多兵种联合演习渡海攻击，接着又在东南沿海展开装载航渡演练。第71集团军也展开炮弹发射演练。看到解放军如此频繁进行针对性密集练兵，翘首以盼的日子希望早点到来。三反联合声明直指台海，日本彻底不装了，打算与中国硬刚，解放军会选择出击，枪打出头鸟吗？最近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对中国叫了最凶的美国盟友又在一起密谋对付中国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外长和防长在6月9号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2+2会谈。
在会谈期间，日澳两国的外长和防长都确认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还就插手两岸问题达成了一致。除此之外，日澳双方还就日本自卫队向澳洲军队提供武器等防护交换展开了最后交流的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日澳在多次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之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对此，有专家表示，这必定会让日本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大增加。然而，这些都只是日澳会谈的次要目的，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要联手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据悉，在日澳2+2会谈结束之后，两国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该声明中，日澳首次把台海问题公开拿出来讨论，他们声称会联手在台海问题上做出努力，以促进两岸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很显然，日澳这是打算与中国摊牌了，直接表明今后会插手中国内政，这无疑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挑衅。值得一提的是，日澳这份联合声明也是继美日、欧日联合声明之后，日本第3次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不仅如此，日本首相菅义伟还在近日做出了一个让中国无法原谅的举动，那就是他在一场党首讨论会上竟然将台湾说成了国家。而且在说完这句话后，菅义伟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还是日本媒体对此做出了解释，声称日本与台当局没有外交关系，日本仍一直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可是菅义伟的行为真的只是口误这么简单吗？在外界分析看来，日本首相的做法根本就是刻意为之，他只是想以此来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对台海问题的真实想法。这也显示日本打算彻底不装了，决定在台海问题上跟中国硬刚。对此，金灿荣教授就表示，中国必须要采取军事行动来枪打出头鸟了，否则后续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在台海问题上，我国曾多次警告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打击任何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但日本却不顾这些警告，多次带头挑衅中国底线。所以解放军也是时候考虑对日本出击了，用最猛烈的打击警告他们，挑战中国底线的后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将澳军列为保护对象，日本比美还狂，公然向中国摊牌，拜登要笑醒，好戏开场，中国该添一把火了。在日澳外长防长2+2对话中，双方磋商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稿，反对中方的涉海主张和活动，对所谓人权等问题表达了虚假的关切的同时，日本将把澳军列入日本自卫队、武器等防护对象，为美军之后的第2个保护国家。虽说自拜登上台后不断拉拢世界多个国家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但是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相比英国、韩国等国家，日本就跟打了鸡血一般，美国这边都还没什么大动作，日本就迫不及待了，一系列举动简直比美国还狂。就拿此次来说，借着要保护澳大利亚的名头，日本想将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太平洋各个地区。这些年来，日本显然对于自己在2战时期的罪行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反而是一直在动歪脑筋，企图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为了自己的野心，日本这是在把国家往危险的境内上推。当然，就如外界所言，日本之所以敢如此叫嚣中国，不过是仗着有美国在背后撑腰。拜登的上台让日本政府看到了希望，菅义伟是拜登上台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足以说明日本对于美国重返印太主张早已急不可耐。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日本根本不在乎跟中国之间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被妒忌蒙蔽了双眼的人是非常可怕的，菅义伟到现在都没有认清现实，现在的美国国内经济、疫情都陷入极大的危机中，在此背景下，该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在不断削减。确切的来说，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整体就已经是处于收缩的状态了。现在的美国是需要盟友出血，而不是给盟友输血。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心知肚明，仅凭自己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威慑到中国，所以才会拉拢多个国家，试图对中国进行围堵。日本就是美国对付中国重点棋子中的其中一个，只不过日本的做法倒是让美国刮目相看。尽心尽力的站在美国的阵营中与中国作对，日本算是最忠心的马前卒了。日本接二连三的向中国摊牌，叫板中国，这与拜登此前的计划不谋而合，把棋子往火坑里推，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为了对付中国，日本又将澳大利亚列为保护对象，拜登怕是要笑醒，可对中国来说也是好戏的开场。一个没有深刻战后反思的日本，加上不太清醒的首相，两者互相促进玩火自焚是迟早的事儿。可中国如果添一把火，澳大利亚是会为了与日美捆绑甘愿损失惨重，还是会与日美断交？美国是否会在关键时刻抛弃棋子？届时一场内讧将无法避免。